各位朋友，我常常跟大家讲，人这一生其实就是在修一个字。什么字呢？就是运。很多人觉得运气是老天爷给的，是命中注定的，其实不然。我们讲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。你的运气归根结底是你自己修出来的。可是现在社会上，我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大家活得很累，很忙，但是心里不踏实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把顺序搞反。我们总是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愿意去行动，觉得困难而迟迟不愿开始。这个害怕不是怕别人，是怕自己做不到，怕自己失败，怕自己丢脸。可是你越怕，这个气就越弱，气弱了，运自然就衰了。我研究易经这么多年，发现一个道理，易经64卦，不管怎么变，核心就是一个变字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。这个宗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心，心不动，万物皆静；心若动，万物皆随。可是现在的人心太乱了，乱在哪里？乱在欲望太多，乱在杂念太多。我们总是想要这个，想要那个，可是又不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。什么叫代价？不是让你去受苦，而是让你去养成好的习惯。习惯是什么？习惯就是你的第二个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，所以习惯其实就是命运的基石。我们讲风水，很多人喜欢去找大师看风水，摆这个摆那个，其实最好的风水在哪里？就在你自己身上。你的身体就是你的风水宝地，你的习惯就是你的风水布局。如果你自己身上气场是乱，你家里摆再多吉祥物也没有用。反之，如果你自己身上气场是顺，你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好风水。所以想要改变命运，不要向外求，要向内求。求什么？求那些能够旺自己的好习惯。可是很多人跟我说，老师，我也想改，可是太难了。我说难在哪里？难在你把事情想复杂了。大道至简，真正的道理都是最简单的。你每天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说话，这就是道。可是现代人做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心不定，心不定则事不成。我们总是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愿意去行动，觉得困难而迟迟不愿开始。但是这些思想禁锢住了我们。你想想，时间是不等人的。你今天不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，明天你就被迫花很多时间去应付你不想要的生活。这是一个因果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种下懒惰的因，就得应付穷困的果；你种下勤奋的因，就得收获富足的果。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，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，而是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东西。想要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就需要积极培养那些好的旺自己的习惯。这些习惯不需要你花很多钱，也不需要你有很高的学历，只需要你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。我们讲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修身是第一位的。怎么修？就是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开始。你每天做什么，你就是什么人。这不是能力的问题，这是选择的问题。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而是我们的选择。当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应该尽力去做那样的人该做的事。很多人问我，什么是旺自己？旺自己不是说你明天就发大财，而是说你整个人状态好了，精气神足了，做事顺了，人际关系和谐了，这就是旺。这是一种能量的提升。易经讲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当你自己的能量场提升了，
你自然会吸引到同样高能量的人和事。反之，如果你每天怨天尤人，熬夜懒散，你吸引来的自然也是麻烦和困境。所以旺自己其实就是在调整你的频率，让你跟天道相符。天道是什么？天道是践行，是自强不息的。你顺应天道，天必助之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10个习惯，每一个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智慧的结晶，也是我在多年研究中发现的最能提升一个人气运的方法。它们看起来很简单，简单到你可能会忽略，但是只要你坚持去做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真的会发生改变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规律，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生存智慧。我们不要总是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，其实我们自己的文化里早就把人生的答案写好了，只是我们有没有用心去读，有没有用心去行。这10个习惯涵盖了你的身体、你的心灵、你的财务、你的环境，还有你的人际关系。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，你只做一个可能效果不明显，但是如果你10个都做，那就是脱胎换骨。有人说，老师10个太多了，我做不到。我说，那你先做一个，哪怕你先从早睡开始，这也是一个开始。万事开头难，但是只要你开了头，后面就容易了。我们讲履霜坚冰质，脚下的霜是薄的，但是走下去就是坚冰。习惯也是一样，刚开始是勉强的，中间是自然，最后是必然的。当你把好习惯变成像呼吸一样自然的时候，你的运气想不好都难。我们要明白，人生无非就是好好吃饭，好好穿衣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睡觉，这么点事而已。可是就是这么点事，很多人都做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心太急，急则生乱，乱则生灾。我们日常太多时候总是被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追着跑，那时候就恨不得快，再快。可是你跑得快，代表你走得远，有时候慢就是快。你要学会体会当下的人生是怎样的，而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效率，不断的快一点，更快一点。我们都是只来这世上一遭，不要为了赶路而错过了路边的风景。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会把这10个习惯一个个拆开来讲。我会结合易经的道理，结合我们的处世哲学，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以及怎么做才能最有效。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听一听，而是要去做一做。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真正的知道是做到了才算知道。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分享，能够帮大家打开一扇窗，让你看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。这种生活不是比别人更有钱，而是比别人更心安。心安了，家就和了，家和了，业就成了。这就是我们讲的家和万事兴的根本逻辑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。这10个习惯，每一个都是旺自己的关键。请大家把心静下来，慢慢听，慢慢想，看看自己哪里做到了，哪里还需要改进。记住，改变是从觉察开始的。当你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的时候，改变就已经发生了。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习惯，这也是最基础却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个，就是少熬夜，少睡懒觉。我常常跟各位讲，我们讲究天人合一。什么叫天人合一？就是人的生活节奏要跟上天的节奏。太阳出来了我们就起床，太阳下山了我们就休息，这是最自然的道理。可是现在的人偏偏要跟天对着干，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，
早上该起床的时候不起，你以为你占了便宜，多用了几个小时，其实你是在透支你的生命。易经里面讲阴阳，白天是阳，晚上是阴。人要在阳的时候动，在阴的时候静。晚上11点到凌晨1点，这是子时，是阴阳交替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熬夜，还在消耗精神，你就把这点刚刚生发出来的阳气给掐断了。阳气是什么？阳气就是你的生命力，就是你的运势。一个阳气不足的人，做事是没有决断力，说话是没有底气，整个人是萎靡不振。你怎么可能忘自己呢？很多人问我，老师，我晚上效率比较高，我喜欢晚上工作。我说那是假象，那是你在透支明天的精力来换今天的虚假繁荣。等到你年纪大一点，身体垮了，你才发现那些晚上多做出来的东西根本抵不上你后来去医院花的钱。而且少睡懒觉也是一样重要。有些人觉得我熬夜了，那我早上多睡一会儿补回来，好不好？不好，因为早上的阳气是要生发的，你赖在床上把阳气给闷住了。就像春天的种子本来要破土而出，你上面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它怎么长得起来？所以规律作息不是为了约束你，而是为了保护你。一天只有24小时，这是天道定好的。你把熬夜和睡懒觉的时间扣掉，再减去上班做事的时间，你真正属于自己可以用来成长的时间其实非常少。如果你连这点时间都把握不住，你怎么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？我们讲，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而是我们的选择。你选择熬夜，就是选择了一种消耗的生活方式；你选择早起，就是选择了一种刚健的生活方式。乾卦说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太阳每天按时升起，从不迟到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，如果连太阳都做不到，怎么能叫自强不息？当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应该尽力去做那样的人该做的事。这不是苦行，这是顺应天道。顺应天道的人，老天爷自然会帮他。所以想要让自己旺，先从睡觉开始，睡好了，精神足了，气场自然就强了。讲完了身体的休息，我们再来讲讲心灵的休息，这就是第二个习惯，冥想。现在很多人心很乱，忙忙碌碌，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。有时候我们似乎一直忙着回忆过去，规划未来，分析生活，却忘了体验生活。体验什么？体验当下此刻的生活，而不是思考它应该是什么样子。易经讲，感而遂通天下，只有静下来，才能感应到真正的道理。冥想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心静下来的一种方法。我不一定要大家去打坐修禅，那个太专业了。我只是建议每天抽出10分钟，什么都不做，就静静地坐着，关注自己的呼吸。这10分钟是你跟自己对话的时间。现在社会噪音太多，外面的声音，心里的声音，吵得你不得安宁。你需要一个空间，把那些杂念清理出去。有人说，老师，我太忙了，连10分钟都抽不出来。我说，难道你每天连10分钟都抽不出来吗？如果你连10分钟都抽不出来，那你不是忙，你是乱。心乱的人效率是最低的，因为你一直在做无用功，一直在内耗。以前我也常常觉得没时间，但自从养成了每天静坐的习惯后，发现10分钟一天简直太容易了。而且你会发现，这10分钟带来的效果比你忙忙碌碌几个小时都要好。
因为它帮你恢复了清明。冥想可以帮助我们更专注于当下。当你专注于当下的时候，焦虑就没有了。焦虑是什么？焦虑是活在未来。恐惧是什么？恐惧是活在过去。只有当下才是真实。你能把当下这一秒钟过好了，下一秒自然不会差。这就是修心。心修好了，看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。以前觉得是困难的事情，现在觉得是挑战；以前觉得是麻烦的人，现在觉得是来度你的。心态一变，命运就变。所以这个习惯是在养你的神，神足了，智慧就开了。有了好的身体，有了静定的心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要输入智慧。这就是第三个习惯，多读书。三毛曾经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。他说，读书多了，容颜自然改变。许多时候，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，不复记忆。其实他们是潜在的，在气质里，在谈吐里，在胸襟里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读书不是为了让你记住多少知识，而是为了改变你的气质。气质是什么？气质就是你散发出来的能量场。有些人一看就知道读过书，有些人一看就知道很浮躁。为什么？因为书读进去了，变成了他的骨血。读书无论在什么时候、什么阶段，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年轻的时候读书是为了明理，年纪大的时候读书是为了养性。即使不爱读书，也建议养成每天读书10分钟的习惯。就算一开始读不下去，慢慢的一天10分钟，段时间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，一个可以让你快速成长的世界。我们讲开卷有益，这个益不一定是马上能让你赚多少钱，而是能让你在面对人生的困境时，多一种思路，多一种智慧。易经64卦，每一卦都是人生的一个场景。你读书就是在跟古人对话，跟圣贤对话，借他们的智慧来解你的困惑。即使只是看小说，时间久了，你也可以学会很多人情世故。但是要注意，书要选择好的书，坏的书读了是污染心灵，好的书读了是洗涤心灵。现在的人获取信息太容易了，反而不愿意读书了。碎片化的信息那是零食，吃不饱的。书籍那是正餐，才能滋养你的生命。你想要旺自己，就要给自己的大脑吃正餐。当你肚子里有墨水的时候，你说话就有分寸，做事就有底气，别人愿意亲近你，愿意信任你，这就是人脉，这就是机会。机会是怎么来的？机会是吸引来的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吸引什么样的机会。读书就是让你成为更好的人的一个捷径。所以少熬夜是养生，冥想是养心，多读书是养自身、心灵。这3个基础打好了，你这个人就立住了。立住了，才能谈发展，才能谈旺运。很多人舍本逐末，身体搞垮了，心也乱了，智慧也没有，整天想着怎么发财，怎么可能发得了？就算发到了，也守不住，因为你的容器太小，承载不了那么多的财富。所以我们要先把容器修好。怎么修？就是靠这些看似简单的好习惯。我常常讲，道理是直的，路是弯。你知道这些道理不难，难的是去做。但是只要你开始做，哪怕每天只做一点点，也是在走上坡路。上坡路总是难走的，但是走上去风景就好，下坡路好走，但是走到底就是悬崖。
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走上坡路还是走下坡路，这取决于你每天的选择。各位朋友，这3个习惯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需要恒心，但是我想告诉大家，恒心不是靠咬牙坚持来的，是靠体会到好处自然来的。当你体会到早睡第2天精神有多好，当你体会到静坐后心有多安，当你体会到读书后眼界有多宽，你自然就会坚持下去，不需要别人逼你，你自己就会去做。因为人都趋利避害，当你发现这是利不是害的时候，你自然会靠近它。所以不要把这当成任务，要把这当成享受，享受身体恢复活力的过程，享受内心回归平静的过程，享受智慧增长的过程。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修行。修行不在深山老林，就在日常生活起居之间，把日常过好了，道就在其中了。接下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习惯要讲，关于如何记录自己的人生，如何活动我们的身体，以及如何管理我们的财富，这些都是望自己不可或缺的部分。请大家继续静下心来，我们慢慢往下讲。讲完了修身养性的基础，我们再来谈谈如何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。第4个习惯就是写日记。我们常常感叹，一天不知道怎么就过去了，忙碌也好，空闲也好，总是觉得一天过得飞快，不留一丝痕迹。当时间飞快流逝，而很多事情我们却没有完成的时候，就会产生恐慌、不安的感觉，总觉得时光匆匆，10年过去，自己却毫无长进，那种无助感会让我们时刻处在对未来的迷茫和不安中。其实这种感觉的产生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觉察。易经讲知己其神乎，这个己就是事情的苗头，就是时间的流转。你能觉察到时间的流动，你才能把握它。写日记就是一个让自己觉察的方法。自从我开始写日记，我发现写日记会让我对一天的时间更有觉察，再也不是每天碌碌无为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而是对自己每一天都了如指掌。我们讲吾日三省吾身，这是曾子说的话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每天要多次反省自己。写日记其实就是现代版的三省吾身。你今天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想了什么，哪些做得好，哪些做得不好，明天怎么改进。当你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，你就是在跟自己对话，就是在整理自己的人生，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每一天都做了什么，就是一个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好开始。很多人说，老师，我不会写，写不出来。我说，谁让你写文章给别人看呢？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，不是写给别人看的。你就写流水账也可以，今天吃的什么，见了谁，心情怎么样，想到什么，随便写，关键是写，不是写的好不好。写的过程就是一个梳理的过程，一个沉淀的过程。你把心里的东西倒出来，心就空了，空了才能装新的东西。而且写日记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成长。你翻翻3个月前的日记，再看看现在的日记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我已经走了这么远。这种成就感是别人给不了的，是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。当你看到自己的进步，你就更有信心继续走下去。这就是正向的循环。所以真心建议大家都能养成每天写10分钟日记的习惯，即使只是写流水账，这10分钟是你跟自己相处的珍贵时光，不要吝啬。
讲完了记录生活，我们再来讲讲活动身体，这就是第5个习惯，刻意多运动。我们都知道多运动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，但是现在的社会大多数人都是一堆的亚健康毛病，但是每天大量运动，大部分人又是做不到。所以我们要讲究一个度，讲究一个巧。易经讲天行健，天是不断运行的，人也应该不断活动，流水不腐，户枢不屈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身体不动，气血就不通，气血不通，百病就生。但是运动不是让你去拼命，不是让你去追求极限，而是让你保持一个流动的状态。所以我每天会刻意让自己多做小运动，工作的时候时常让自己多起来走一走，即使很忙也要多站立走动。早上会尽量早起10几分钟，让自己有时间打一遍8段锦。饭后也会让自己多多走动，不让自己吃完就躺下。到了晚上有空也经常出去散步。这些运动大不大？大，但是累积起来效果就大了。我们讲积小成著，微小的事情积累起来就会变成显著的结果。运动也是一样，每天动一动，比1周猛练1次要好多。因为身体喜欢的是规律，不是突击。你突然剧烈运动，身体反而受不了。但是每天温和的活动，身体就会慢慢适应，慢慢变好。能够抽出大量时间做大量运动的都是狠人，做不到太正常了。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日常多做小运动，而不是能躺着绝不坐着，能坐着绝不站着。这个习惯看起来是小事，其实是在养你的阳气。阳气是什么？阳气就是生命力，就是活力。一个有活力的人，做事是有劲头的，说话是有感染力的，别人是愿意靠近的。这就是旺自己的表现。适当的运动，身体才会更健康。健康是什么？健康是最大的财富。没有健康，其他都是零。所以不要把运动当成负担，要把运动当成享受，享受身体舒展的感觉，享受气血流通的感觉，享受大汗淋漓之后的轻松。当你把运动融入生活，变成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的时候，你身体就会给你最好的回报。讲完了身体，我们再来讲讲身外之物，这就是第6个习惯，管钱。学会管钱真的太重要了。俗话说，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这个话听起来简单，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多。即使钱再少，也要学会管钱。为什么？因为钱是一种能量，你尊重它，它才尊重你。以前的我就是不管钱的，总觉得就那么点工资，有什么好管的？但是也就是这个观念，导致我前面打工10多年，1分钱都没存下来。为什么存不下来？因为钱没有方向，你赚多少花多少，甚至花的比赚的还多。这就是没有理。理是什么？理就是条理，就是规划。钱来了，要有去处，要有安排。直到我开始对管钱感兴趣，1年存下来的钱比之前3年都多。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？就是从记账开始，从每周每月的记账，到学习理财知识，再到投资指数基金，一步步的进阶学习。现在的我再也不是曾经那个月光族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。管钱管的不是钱，是你的欲望，是你的心态。易经讲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这个道就是规律，就是原则。你赚钱要有原则，花钱
也要有原则，该花的钱一分不少，不该花的钱一分不多，这就是中庸之道，不吝啬，也不挥霍，刚刚好。当你能够掌控金钱的时候，金钱才会为你服务。如果你被金钱掌控，那你就是金钱的奴隶。我们讲财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库，财库怎么满？靠积累，靠规划。你今天存100，明天再存100，看起来多，但是10年、20年下来，就是一笔可观的数目。这就是复利的力量，也是积累的力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你开始管钱，你会对金钱有新的认识，你会明白钱不是目的，钱是工具。工具用好了，可以帮你达成目标，工具用不好，反而会伤到自己。所以学管钱不是在教你怎么发财，而是在教你怎么尊重财富。尊重财富的人，财富才会旺。这个习惯是在养你的财气。财气是什么？财气就是一种吸引财富的能量场。当你有条理、有规划、有节制的时候，你的财气就足了。财气足了，机会自然就来了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因果。各位朋友，写日记是觉察，多运动是活力，学管钱是规划。这3个习惯，一个管心，一个管身，一个管物，身心物都管好了，你的生活自然就顺了。顺了就是旺。旺不是突然爆发，而是慢慢积累，就像种树一样。你今天浇水，明天施肥，看起来没什么变化，但是根在往下扎，枝在往上长，等到某一天突然就开花结果了。我常常讲，人生不要急，急不得。你越急越容易出错，你慢慢来反而比较快。因为这些习惯都是在打基础，基础打牢了，后面盖多高的楼都没问题。基础没打好，楼盖得再快也容易塌。所以我们要有耐心，要有恒心，耐心等花开，恒心走长路。而且这些习惯之间是相互关联。你写日记会反思自己的消费，自然就学会管钱。你多运动，身体好了，精神足了，做事效率高了，赚钱能力也强了。你管钱管好了，心里踏实了，焦虑少了，写日记的时候也更平和了。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。好习惯会带动好习惯，好能量会吸引好能量。所以不要小看这些看似简单的习惯，它们就像一颗颗种子种在你的生活里，慢慢生根发芽，最后长成参天大树。这棵树就是你的命运之树，你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种下好习惯的因，就得旺自己的果。这个果不一定是马上看到的大富大贵，而是一种内在的丰盛，一种外在的顺遂，一种生命的圆满。接下来我们还有4个习惯要讲，关于环境，关于科技，关于节奏，关于心态，这些都是旺自己的重要环节。请大家继续静下心来，我们慢慢往下讲。讲完了身心财的管理，我们再来讲讲环境的影响。这就是第7个习惯，定期整理房间，断舍离。一个房间住久了，东西肯定是越来越多的。如果不规整，时间一长，房间就会乱糟糟。而房间乱糟糟的，人肯定是不舒服的，所以定期整理房间就很有必要。我们讲风水，风水是什么？风水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。一个整洁明亮的房间，气场是通的，人住在里面，心情就好，
做事就顺。一个杂乱昏暗的房间，气场是堵的，人住在里面，心情就烦，做事就乱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环境心理学，也是我们老祖宗早就知道的道理。易经讲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你房间里放什么东西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能量。那些你用不上的、坏了的、过时的东西放在那里，就是在堆积负能量。这些东西看着不起眼，其实是在消耗你的气场。所以定期断舍离，不是让你浪费，而是让你清理，把那些不需要的东西清理出去，把空间留给真正有用的、真正喜欢的东西。现在购物太方便，就导致平常买东西总是会不知不觉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，有些能用上，有些放了好久都没用上。这些东西最好就定期断舍离一次，要不然总是越堆越多，都不知道放哪好。我建议大家每个季度整理一次房间，把那些1年都没用过的东西好好想一想，真的还需要吗？如果不需要，就送给需要的人，或者妥善处理掉。整理房间其实也是在整理心情。当你把房间收拾干净的时候，你的心也会跟着明亮起来。这就是境由心造，心随境转的道理。环境和心是相互影响的，你把环境弄好了，心就安了，心安了，做事就稳了，稳了就是旺。所以不要小看整理房间这件事，它是在调整你的外部磁场。外部磁场顺了，内部磁场自然就顺了。讲完了环境，我们再来讲讲科技的影响。这就是第8个习惯，少玩手机。每次过年回家，总能看到这样一个画面，一家人都坐在客厅里面，老人开着电视机在看，而年轻人则人手捧着一个手机，在刷东西、看文章、聊天、发语音，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在那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响起。每个人都陷入了面前那个小小的屏幕里面，手指不停往下滑，各种点，声音嘈杂不已，就是没空多分一个眼神给坐在自己身边的家人。手机带给我们便利，但是我们不应该让手机掌控了我们的人生。易经讲，物物而不物于物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要驾驭外物，不要被外物所驾驭。手机是一个工具，工具是用来服务人的，不是让人来伺候它。现在太多人都离不开手机了，连带着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如此。所以适当的时候，真的应该要多放下手机，多给家人和自己一点时间。我们讲神不外此，人的精神是有限的，你把它耗在屏幕上，就没有精力去关注身边的人，没有精力去感受当下的生活。久而久之，人就会变得浮躁，变得冷漠，家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慢慢疏远。所以少玩手机，不是在限制你，而是在保护你，保护你的精神，保护你的亲情，保护你感受美好的能力，去聊天，和家人交流感情，去探索大自然，感受当下的美好，去做各种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。时间久了，家人的感情会更好，人生也会更美好。这个习惯是在养你的人情味。人情味是什么？人情味就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连结，这个连结是任何科技产品都替代不了。你越是少玩手机，越是多跟人面对面交流，你的人情味就越浓。人情味浓的人，走到哪里都受欢迎，这就是旺自己的表现。讲完了科技，我们再来讲讲生活的节奏。这就是第9个习惯，节奏慢一点。阳明心学的理念是，最好的实践就是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
我们日常太多时候总是被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追着跑，那时候就恨不得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当我们陷入了每件事都快一点的节奏中，却忘记了去体会当下的人生是怎样，这样就少了太多的乐趣。易经讲时，这个时很重要，时机未到，你急也没用，时机到了，你自然水到渠成。所以快不是本事，慢才是智慧。我们都是只来这世上一遭，人生无非就是好好吃饭，好好穿衣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睡觉，这么点事而已。我们要学会适当放慢一点节奏，慢慢去体会生活当中的美好，而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效率，不断的快一点，更快一点。很多人怕慢，怕慢了就落后，怕慢了就错过。其实慢不是停，而是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反而走得更远。你看那些大树长得慢，但是根基深，风吹不倒，雨打不垮。那些长得快的草，一场大雨就没了。人生也是一样，不要追求一时的快，要追求长久的稳。放慢节奏，不是让你懒惰，而是让你专注。专注的把一件事做好，比敷衍的把10件事做完要有价值的多。我们讲欲速则不达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越急，越容易出错；你越慢，越容易做好。做好了，自然就快了。这个快是真正的快，不是表面的快。所以节奏慢一点，是在养你的定力。定力是什么？定力就是不被外界干扰，按照自己的节奏走的能力。有定力的人，心是定的，气是稳，做事是有章法的。这样的人，运气不会差。因为天道酬勤，更筹稳的人，老天爷愿意帮他。各位朋友，整理房间是清外静，少玩手机是守精神，节奏慢一点是养定力。这3个习惯，一个管环境，一个管科技，一个管心态。环境轻了，精神足了，心态稳了，你的生活自然就顺了。顺了就是旺。我常讲，人生就像泡茶，急不得。水太烫，茶会苦；水太凉，茶没味。只有温度刚刚好，时间刚刚好，才能泡出一杯好茶。生活也是一样，节奏刚刚好，心态刚刚好，才能过出好日子。这个刚刚好，不是靠运气，是靠习惯。好习惯就是那个刚刚好的温度，刚刚好的时间，而且这些习惯之间是相互呼应。你整理房间，心就静了，心静了，自然就不想一直玩手机。你少玩手机，时间就多了，时间多了，自然就可以放慢节奏。你放慢节奏，心就安了，心安了，自然就有精力去整理房间。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好习惯会带动好习惯，好能量会吸引好能量。所以不要觉得这些习惯琐碎，琐碎的事情才是生活本质。把琐碎的事情做好了，生活就不琐碎了。忘自己，不是靠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靠这些日复一日的小习惯。小习惯积累起来，就是大命运。这个命运是你自己修出来的，不是别人给你的。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习惯要讲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习惯，关于心态，关于言语，关于如何面对人生的不如意。请大家继续静下心来，我们慢慢往下讲。讲完了环境、科技和节奏，我们最后来讲一个最重要的习惯，也是最能影响一个人运势的习惯，就是少点抱怨。我们很容易在碰到不顺心、开心的事情就抱怨，
特别是在工作上遇到问题的时候，老板做的决定不喜欢抱怨，工作遇到问题，抱怨有事情导致不顺心，抱怨好像在我的生活中，最起码在我身边，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最先就是抱怨，但是抱怨只是无能和无奈的表现而已。易经讲，君子以顺德，己小以高大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君子顺着道理去做，从小事积累，慢慢就能成就大事。而抱怨呢？抱怨是逆着道理来，你把能量都用在嘴上，就没有能量用在事上。所以抱怨既不能给我们解决问题，也不能解决麻烦，更不是解决事情的方法，只是无能和无奈的表现而已。我们讲口德，言语是有能量的，你说好话就是种善因，你说坏话就是种恶因，抱怨的话听起来是在说别人，其实是在害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抱怨的时候，你的心是负的，你的气是浊的，负的心，浊的气吸引来的自然也是负的人和事，这就是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的道理。你抱怨贫穷，贫穷就跟着你；你抱怨困难，困难就缠着你。不是老天爷对你不好，是你自己把不好的东西招来了。所以珍爱生命，远离抱怨和抱怨之人。当遇到麻烦和不顺利的事情时，能解决就解决，这是能力；不能解决就去承受，这是坚韧。抱怨有什么用呢？事情不会因为你抱怨就变好，反而可能因为你抱怨变得更糟。因为你的抱怨会让身边的人不舒服，会让气氛变紧张，会让问题更复杂，这就是恶性循环。我研究易经这么多年，发现一个道理，64卦不管怎么变，最后都归于一个谦卦。谦卦是六爻皆吉。为什么？因为谦虚的人不抱怨，不争执，顺其自然，反而事事顺。抱怨的人恰恰相反，什么都要争，什么都要怨，结果什么都得不到。所以少点抱怨，不是让你忍气吞声，而是让你把精力用在正道上。我们讲反求诸己，遇到问题先想想自己哪里可以改进，而不是先怪别人。这个思维一转，人生就转了。因为你从被动变成了主动，从抱怨变成了行动。行动的人才有机会改变，抱怨的人永远在原地踏步。所以想要旺自己，先把嘴巴管好，管好了嘴，就守住了福。各位朋友，10个习惯我们讲完了。少熬夜，少睡懒觉，是养你的身；冥想是养你的心；多读书是养你的智；写日记是养你的觉察；多运动是养你的气；管钱是养你的财；整理房间是养你的静；少玩手机是养你的神；节奏慢一点是养你的定；少点抱怨是养你的德、身、心、灵、觉察、气、财、静、神、定、德，这10个字就是旺自己的关键。这10个习惯看起来是10件事，其实是1件事。什么事？就是修自己。修自己不是修给别人看，是修给自己。身安了，心就安了；心安了，家就和了；家和了，业就成了。这就是我们讲的修身齐家的根本逻辑。很多人舍本逐末，整天想着怎么发财，怎么出名，怎么走捷径，结果越走越偏。其实真正的捷径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好习惯。我常常讲，道理是直的，路是弯的。你知道这些道理不难，
难的是去做。但是只要你开始做，哪怕每天只做一点点，也是在走上坡路。上坡路总是难走的，但是走上去风景就好。下坡路好走，但是走到底就是悬崖。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走上坡路，还是走下坡路，这取决于你每天的选择。而且这10个习惯不是孤立的，它们是一个整体。你早睡早起，精神就好，精神好，冥想就更容易进入状态。冥想静心了，读书就更能读进去，读书有智慧了，写日记就更有深度，写日记有觉察了，运动就更能坚持，运动身体好了，管钱就更有规划，管钱有底气了，整理房间就更有动力，房间整洁了，就不容易被手机吸引，少玩手机了，节奏自然就慢下来，节奏慢了，心就安了，自然就不爱抱怨了。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，一个好习惯带动另一个好习惯，最后形成一个强大的能量场。这个能量场就是旺自己的根本。你不需要去求神拜佛，不需要去找大师看风水，你只需要把这些习惯养好，你的风水自然就好了。因为最好的风水就是你自己，你的身体就是你的风水宝地，你的习惯就是你的风水布局，你的心态就是你的风水。核心稳了，布局对了，宝地自然就旺了。我们讲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。你的命不是天定的，是你自己修的。你修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修好习惯的因，就得旺自己的果。这个果不一定是马上看到的大富大贵，而是一种内在的丰盛，一种外在的顺遂，一种生命的圆满。这种圆满比什么都珍贵，所以不要等准备好了再开始，开始了自然就准备好了。不要等有时间再去做，做了自然就有时间。不要等有条件再去修，修了自然就有条件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你越等越没有，你越做越有。这就是行动的魔力，也是习惯的力量。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，这也是我研究国学这么多年最深的体会。人生无非就是好好吃饭，好好穿衣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睡觉，这么点事而已。把这点事做好了，人生就和了。和不是外在的炫耀，而是内在的满足，不是别人的认可，而是自己的心安。心安了，就是最大的旺。希望这10个习惯能够成为你人生路上的10盏灯，照亮你前行的方向。不需要一下子全做到，先选一个，从今天开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比较快。因为真正的改变不是爆发式，而是积累式。积累的力量才是最强大的力量。祝福各位朋友心中有道，手中有数，生活有度，一生和顺。愿我们都能在这些简单的好习惯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与丰盛。